中国它还是落实了从无到有，特别是093型，它的前航的排水量大概7000吨，大概与美国洛杉矶级相比差不多。它上面的武器是配备前射的洲际飞弹，就美俄来讲，这是属于核武铁三角之一，也就是核武的力量。按照欧美国家的说法，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噪音值非常的大，但不可否认，它未来预计采用更成熟的载台，就是最新的096系列。中俄之间对于核潜舰这个部分，未来俄罗斯会不会释出黑科技来换取来自中国大陆的支持？这是美国人高度关注的哦。前天国道前阵子办这个下水敲锣又打鼓嘛，大家注意，他还没有进行一个出海的测试。对于目前蔡政府或者未来赖政府来讲，不断在这个里面营造一个台湾终于做到，它已经变成一个政治潜舰，在前舰的技术上，大陆绝对不会轻易放手，而且只会推得更远。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互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讲专家讲堂哦。最近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前舰的议题呢，真的是聚焦在新闻当中。比如说呢，这个台湾现在有前舰国造的一个事件哦，那前舰国造负责人呢，黄树光甚至他已经辞职了。好，那我们就想了一个问题啊，最大的竞争是谁呢？潜舰中国造，好，潜舰国造 VS 潜舰中国造，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对比？其实啊，如果你熟悉军情的人都知道，这个其实是对比不了的。但是为什么对比不了？我们今天要打开天窗来说亮话。那中国现在呢，有没有办法超俄赶美呢？那另外呢，这个讲到这个潜舰哦，我们也是提一下哦，台湾邻近的这个潜舰也发展很快，或者是向来在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猛哦，被人家称赞的，好像日本，还有呢，近年发展很快速的韩国啊，到底啊，这个世界各国的潜舰的发展到底怎么样？跟台湾所谓前舰国造啊这样子一个那么大的栏位，花了这么多钱，一台要400亿这个台币啊。这样比起来，到底差异在哪里？好，这个前舰过去我们都没聊过，所以我们今天军事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军事专家。我们来欢迎呢郑继文总编，怎么样？大家好，我是郑继文。我们现在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就这样让大家来抽总编的这个杂志哦，这个亚太防务啊。对。那你看我们的柜子后面就有一本了，这个是总编呢自己出产的，详细的办法我会再另行公布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个栏位哦。好，我记得去年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呢，当时就很想问总编，就是美国最近报告就在解密说，中共新一代的核潜舰哦，动95、动96，它这个降噪性能大幅提升啊哦。当然，他还提到很多了，比如说135、246这个编码是有玄机的哈。那135是核动力攻击潜舰。246则是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哦，这个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总编，这个差异在哪里啊？现阶段的这个共军这边哦，主要是093跟094好2个级别的潜舰哦。好，那这问题有点复杂，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首先先来请教一下总编，就是所谓解放军的潜舰的编码玄机是在哪里？那现在主流的这个093、094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解放军海军它的这个潜舰，特别是核动力的潜舰，其实它编号是有特别这个渊源的。它都是09X， 所谓 X 就是阿拉伯数字的变数，是单数还是双数？比如说它第一代的这个核潜舰，我们都知道是091型，这个欧美国家是称之为汉级潜舰，它是属于一个核攻击潜舰。那它除了核动力以外，它的武器配备和一般的鱼雷潜舰那差不多，都是以鱼雷、水雷。后来可以发射潜射反舰飞弹，但我们都知道它是经过好几十年的发展，而且初期的时候技术可靠度还有整个安全性来讲，其实按照西方国家的说法，就是它问题很多。那当然就是除了091型这个核动力攻击潜舰以外，后来它以既有的基础又发展出它第一代的092，这个叫做战略飞弹核动力潜舰。那欧美国家是称之为下级，那这一型潜舰其实它实验性质是比较高的，那包括它花了很多时间解决它这个核动力相关的一些技术和一些问题，比如安全问题。但总体来讲，不管是汉级还是下级，按照欧美国家之前的说法，就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噪音值非常的大，但不可否认，它还是落实了从无到有，而且
在整个过程来讲，全部是这个中共自行研发。对，因为不管是当时的苏联或美国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支持它，因为这些核动力的潜舰，它属于战略层级的武器。战略层级的武器，国际上就有一个共通的默契，就是我不输出相关的技术。那这个是第一代的这个中共的核动力这个潜舰。那后来发展到第二代，也就是核攻击潜舰，就发展到093，它是基数嘛。然后战略飞弹潜舰就发展了094。那就变成目前解放军海军在核动力潜舰这个目前的主力部队，特别是093型，它的前航的这个排水量大概7000吨，大概是与美国的像洛杉矶级，或者这个俄罗斯当时冷战时期的胜利3、胜利2系列相比，差不多。以现今的标准来讲哦，那欧美国家认为啊，跟我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差距。但不可否认的哦，这个093它问世以后，也确实让解放军海军在核攻击潜舰这个部分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过去几年，那陆续发现它有好几款的改良型哦，特别是它改进，就是外形上，它的帆罩机根部这边有做一些流线的这个处理，而且普遍认为哦，它的核动力装置那更加成熟。对，而且由于中国大陆从1990年代陆续引进12艘基洛级传统动力潜舰，它相关的降噪技术，包括如何这个抑制它动力系统这个运转的噪音，还有这种吸音瓦兹这一类的这个配备，那其实这些技术也用于它的不管是柴电潜舰或核动力的潜舰。因此哦，在093系列的这个潜舰，包括它原来的基本型，还有后来的改良型，它的静音性能都比原来的091这个汉级要大幅精进很多。对，让它的这个核动力潜舰，它的舰队，那它的实战能力更强。而且093系列，它不只是在中国周边这个活动，之前按照一些讯息来讲，它也深入到印度洋执行任务。特别是这几年，它亚丁湾护航任务到目前为止已经46批次。那过去以来，那它的潜舰也有伴随这些护航编队到印度洋执行任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也就借由这样的一个远海，那实际检验它潜舰的综合性能，包括可靠度啊，包括适应相关海区的一些运作，还有与水面舰共同进行一个反潜、侦潜方面的这个演练。当然是以093系列为基础哦，那不断的精进之外，它还发展出094系列这个战略飞弹潜舰。我们看外形就可以看出来，它一个很特别，就是它有所谓这个龟背，那是因为它上面的武器是配备这个潜射的洲际飞弹，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战略飞弹潜舰。那就美苏或目前的美俄来讲，这个是属于核武铁三角之一，也就是其中的海基核武的力量。那094目前其实据说已经这个有好几艘这个服役了嘛，对，而且配备的武器有好几种说法，一个就是基本的这个巨浪2型是潜射洲际飞弹。巨浪2型其实它原来它的射程来讲，那据说就是不到10000公里，解放军海军认为它的射程还是不够，也后来历经改良，甚至发展到巨浪3，它的射程已经超过10000公里，而且它未来预计要采用更成熟的一个载台，就是所谓最新的096系列战略飞弹这个核潜舰。这个潜舰被外界认为可能是解放军海军未来那更成熟、核子打击力量更强的战略飞弹潜舰。也因此，美国对于说096未来的发展是高度关注，包括
之前有这个卫星照发现啊，它是不是在葫芦岛这个造船厂？我们来看一下进行相关的建造工作。就从 size 来说，这个绝对不是原本的094，对，它绝对是096。美国人认为哇，这个体积很大，210公尺长，是一般的常规的那种传统的柴电潜舰，大概它的长度只有它的1/3而已，那等于是像巨无霸了。对，然后这些战略飞弹潜舰，其实就目前来看，那像美俄来讲，那动辄都超过1万吨，也因此这个战略飞弹潜舰其实它本身的要造那么大的一个潜舰，而且又配备那么高性能的这个潜射洲际飞弹，因此它的综合技术的挑战性是很大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其实还是属于像是中国讲的小步快跑当中它的一个过程啊。对，还不是达到说他现在目标就是比如说去超俄赶美这一块。我觉得超俄赶美就它的核潜舰发展来讲是不现实的毕竟它本身的起步的基础比较薄弱。它真正拥有核动力这个潜舰在1980年代，而且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让这些潜舰它的实用性获得比较强的一个发展。也因此我们真正说这个解放军海军获得核动力潜舰比较成熟的这个兵力，可能要进入这个1990年代以后。也因此，从1990年代到现在，其实它真正拥有成熟的核动力潜舰的历史，那跟美俄，甚至美苏相比那它落后的时间真的蛮多的。因此，它必须要加紧这个投入更多的资源，持续的发展，在很多技术上攻克，来弥补它以前落后的这个窘境。所以等于说091、092是个尝试，第一次首发，然后现在3型093、094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对，就是可能实用化的阶段。实用化阶段，我认为它要反超这个美俄，这个不现实的。它只能说我可以大幅缩短与美俄之间在核动力潜舰的一个差距，特别是这几年这个美国人有评估，像095的核攻击潜舰，它的这个推进系统已经采用所谓的泵推进系统。那我们知道传统的潜舰它采用是大倾角的这个大型螺旋桨，对，曲度很大，但螺旋桨其实它在水中推进的时候，由于它会产生很多的气泡，对，也因此它会这个气泡会产生所谓空泡现象，它的噪音值就会大幅的增加。如果它采用的是泵推进，采用的是类似喷水式的这个推进系统，省去了螺旋桨产生的空泡和噪音，它无疑在降噪能力，它的静音性能就会获得大幅的提高。当然，这个是这个美国人认为095，它可能的外形设计，但是不是真的如他们所说的这般，可能有待时间来验证了。是啊，所以到底实际长什么样呢？095跟096这种潜艇，它在作战定位上它的差异，或者说现行的094、093，它到底是差别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核动力潜舰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因为它采用核动力，所以它的这个动力来源是非常充沛的它不像这个传统的柴电潜舰，它因为是柴电动力系统，它是存在充电或者换气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核动力潜舰它可以长时间在水下这个航行，而且是高速航行，这个它在机动性能或整个作战的这个弹性来讲，就远超过柴电潜舰。也因此，这类潜舰由于有这样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特性，试想你可以搭载你这个武器，除了包括鱼雷，还有潜射反舰飞弹，那更多的这个先进的核攻击潜舰，它还搭配这个陆攻的巡弋飞弹，比如说战斧，我从潜舰里面发射，可以攻击可能1500甚至2000公里以外敌人陆上的重点目标。你看这种无限里程的这个机动力，再结合这些武器，它是不是具备全球的一个战略打击能力？那另外，战略飞弹潜舰更不用讲了，它的武器系统是比核攻击潜舰更厉害的大杀器，它这个洲际飞弹不止射程远，射程起码超过8000公里，是很多现在现役的都超过1万公里，而且这些洲际飞弹很多是配备多弹头这样的一个设计，那最多可能有10几枚以上。试想，
它的这么强的这个射程，这么大的一个破坏威力，再加上它载台兼具高速、航程远的特性，试想，这个一般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它足以在核武这个部分与世界任何国家叫板。因此，不管是核动力的攻击潜舰或战略飞弹潜舰，它都属于一个战略层级的一个大杀器武器。只是差别在于说它的容量，还有它搭载的弹头跟这个射程的差别。是。但事实上，他们如果搭载核弹头，都是属于战略级的。确实，只是说它的威慑能力有一个。因为它的这个吨位，或者说我们说它的排水量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差异。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中国之后，我们来讲一下，好，刚才这个说要技术交换的俄国。但我们看到绿媒的报道影片呢，他就说啊，超俄赶美啊，当然这个他是引用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所给的一个报告了哈。那关于呢这个中国海事研究所第30号的报告讲到呢，095、096改善了中共潜舰过去常年过于吵杂的缺点哦，那用了很多新兴的技术，渴望比拟呢俄罗斯的改进型阿库拉1型哦，或者是北风之神哦。那即使后来俄国有部分的技术资源呢，但对于自研自制核潜舰的这个中国来说，能是一大突破。虽然第三代潜舰目前资料很少啊，但是就共推的问题啊，其实大家很多是在看啊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好，现在这个直流电的所谓的电磁弹射哦，所以很多人会说，这个相关的一些体系如果成熟的话，很可能会广泛运用在解放军相关的任何的军事的体系上。不过我们必须要提醒哦，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对俄罗斯来讲，中国这边的资源是它非常重要，而且是救命的资源。特别是中国大陆虽然没有卖给俄罗斯这个军用武器，像飞弹、战机、坦克没有，但它卖给很多它常规的一些装备。那尤其是最注意的就是一些这个工业用的一些工具机，电子的原材料，还有很多零件等等。这个是俄罗斯它整个包括民间工业或者军事工业要生产各种产品，维系国家的运作不可或缺的一些来源。因此，我们看到这2年中俄之间，它交往越来越密切，而且他们的合作其实上升到战略等级。也因此，对于说在核潜舰这个部分，未来俄罗斯会不会释出一些他自己的黑科技，来换取更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支持？其实这是美国人高度关注的哦。如果这个发展落实成为一个事实的话，那对于中国大陆在核潜舰大幅缩短与美国的差距，一个很好的技术来源。其实最近很多人在讲嘛，就是说这一次俄乌战争看出来，俄国在讯息整合方面是大幅落后，那也印证了中俄联合军演的时候，每一次这个中方的这个讯息整合非常的好，但俄方就极度仰赖人为的这个通报啊、整合的部分。那我觉得在讯息交换，这是也是美国应该会蛮担心的，因为在硬科技，我们就说实体的那种，因为这个军工是要积累的，所以对于俄国来讲，它是这个过去苏联才积累到现在都是非常强悍，这个有很硬的底子。可是对于这个中方来讲，其实是这个新的科技，因为它在弯道超车，所以很多种资讯整合啊，那因为它有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数据库嘛，那如果这2个一结合，其实对美国来讲确实蛮有压力。确实哦，历史哥分析的很到位哦。中俄之间，它在军工是各有所长。是俄罗斯在一些这个由于承袭前苏联的技术底子，它在很多技术里面不能说是这个赢过美国或超越美国，至少和美国持平哦。尤其是在核动力这个潜舰这个部分。另外，它在航空发动机还有一些这个局部的技术，它在国际间还是属于首屈一指，或者排在这个1、2名这样的一个行列。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目前最擅长的就是电子和信息方面的这个科技，尤其是各种这个卫星，还有各种先进的雷达，感测系统。那无人机等等，都是中国大陆的强项。因此，两相弥补的话，哇，等于说互相弥补自己的所短，然后突出自己的所长。所以，美国的忧心哦，我认为并非无的放矢。那不过试想，中俄连远东的开发、西伯利亚的开发，都可以提上日程。因此，对于一些敏感或先进技术，甚至黑科技相互的交换，我认为这也并非不可能。所以美国这个战略，我们以前聊过嘛，在我们别期的这专家讲堂里面讲过，这个布里辛斯基的大棋盘论嘛，中俄伊朗啊，就是
结盟在一起，就是美国的噩梦啊，因为这是陆权的一个结合。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在战略上，其实也实质影响到军武发展的这个部分。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会很快看到095、096。在这个大洋中驰骋的这个状况。不过总体来讲，我有一个疑问哦，就是我们一般比较不懂军工的人，想要问总编说，俄国最近发展885型那意义叫做白蜡树级那英文就叫亚森 M 型那又叫亚森级总编，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型跟这个它有什么特色它的特色其实就是承袭俄罗斯这个核攻击潜舰的不断新发展嘛，它在整个它的动力系统，还有像这个战系。那都有获得进一步的强化。那这些它舰上的武器其实很多那包括鱼雷啊，包括潜射飞弹啊，潜射飞弹也包括潜射反舰飞弹，还有这种攻击路上巡弋飞弹。那另外这几年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搞出好几款这极音速的武器，对，也就是它的这个极速超过5马赫，比如说俄乌战争里面用的像匕首。还有锆石，那打升级或者这白蜡树级，它就有配备所谓的锆石潜射发射的极音速武器。那这个武器从俄乌战争这个经验显示，它是非常难以拦截的也因此大幅强化了白蜡树它的这个攻击能力。但总体来讲，它这一艘潜舰由于是最新的核攻击潜舰，也因此它会反映好几种这个它的这个战术特色，比如说速度快，还有它的潜航的深度这个大那另外到600公尺嘛，600公尺以上。那另外它的武器那更加完善，因此才可以执行它所谓的对付敌人战略飞弹潜舰的这样的一个任务。试想它因为它核动力，它可以航行很远，可以到这个远离俄罗斯海军基地更远的地方，特别是大西洋的深处，执行所谓的战略飞弹潜舰猎杀任务，专门对付美国现役的像氦2级这个战略飞弹潜舰或者其他的这个核动力的攻击潜舰。有了这一型潜舰以后，就让俄罗斯海军在这个战略的威慑能力，还有它破坏敌人这个同等级战略武器对它威胁这个能力，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所以这个俄罗斯的水面舰艇不见得行，但是这个水下舰艇向来真的是很。对，俄罗斯它其实过去20几年来那特别是它从苏联解体后逐步复兴，其实它优先发展的武器，第一个是核武器，对，第二个就是核动力的潜舰，因此它在核动力潜舰里面，它885这个核攻击潜舰，还有另外一种是所谓的这北风之神级这个战略飞弹潜舰，这几年其实都陆续服役好几艘。这个船也很大这个船是目前那最大现役的战略飞弹潜舰，那它的排水量那保守估计大概24000吨，哇，24000吨比一般的巡洋舰还要大上很多。像055万吨大，其实这个12000吨已经很大，那它还多出这个1万吨，对，等于说就是排水量是05的1倍以上而且它还是潜舰，对，所以它的这个整个体积、整个尺寸来讲，确实是让人有一点匪夷所思那上面主要的配备的16枚所谓布拉瓦。中文名字叫做圆锤，这潜射洲际飞弹，这个飞弹也是射程超过1万公里以上，然后配备多重分导弹头。总体来讲，这个潜舰确实是俄罗海军在海基战略核武目前最新的力量。而相对于这个北风之神，那俄罗斯海军还保有好几艘前苏联时期的战略飞弹潜舰，但包括 Delta 4、Delta 3等等。那与之相比，其实技术已经过于老旧。是，那总体来讲，我认为这次俄乌战争确实对俄罗斯的国力有比较大的损伤或者一个挫折。因此，不管是刚才讲的白蜡树级核动力攻击潜舰，或者我们现在讲的北风之神级战略飞弹潜舰，未来服役的速度可能会被推迟或者延长。它建造的一个时程，这没办法，战争让俄罗斯国力大损，
因此对于这些战略武器的经营，势必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等于说，他如果这一台在北极海，对，他就直接射过去，就越过加拿大就到美国本土，对，而且可以攻击美国本土全境。那这个力量其实确实是这个威慑性很大。所以美国不敢动俄罗斯，其实是有很大的原因的。美国不敢动俄罗斯，主要是它有强而有力的核武力量。是，我们大家知道白杨 N 这个雅尔斯。还有最新的萨尔马特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很难应付的大家伙，特别是这个北风之神的这个圆锤，还有它最新的萨尔马特，它会特别针对人家反导系统做一些可能包括诱饵、包括规避，它这种黑科技让美国的这个反导系统没有办法有效拦截，它有这种足以穿透美国这个反导系统防御的一个能力，因此这些武器实实在在摆在这边，就让美国在这个很多利益上来讲，不敢挑战俄罗斯的底线或红线。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战争的时候，军武的发展还是要看它整个全局的布局是这个单件上面的个能力，它其实还是搭配它整个国家战略的一个推进。对，因为俄乌打到现在，很明显就是美国就是不下场。是那为什么不下场啊？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不下场。那刚才总编一讲，大家知道为什么不下场了啊。而且其实北约非美国北约面对俄罗斯这么庞大的核武器库那北约他一直敢打这个擦边球，我想他未来短时间可能不敢再做类似的冒险。对，它就变3步吧，不能说、不能谈、不能讲。那当然，俄国有，美国肯定会有嘛。好，这个所谓冷战双雄啊，到今天还是非常的强大。美国维吉尼亚级核潜舰它这个大概8000吨嘛，所以它对标的应该是885型。那怎么看这个维吉尼亚级？据说这个还蛮新的维吉尼亚级是目前美国仍然在建造中的核动力攻击潜舰，它主要是用于取代它上一代就是鼎鼎大名的洛杉矶级核攻击潜舰。这一型潜舰可以说是冷战以后结束以后才问世的就外形来讲，其实它等于算是洛杉矶级进一步的优化，但据说它的记忆性更好。除了它本身它舰体的一些可能消音瓦，还有其他降噪措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维吉尼亚级潜舰，它已经配备了所泵推进系统。据说它的水下的运转的噪音大概80几分贝而已，和海里面它的噪音的背景值其实是差不多的。因此对于反潜兵力来讲，要如何鉴别出这艘潜舰的存在或它的活动，会大幅增加它的难度。而且它不只是静音，它本身的舰体还经过一定程度的消磁。那我们非常清楚反潜要找潜舰，一个是借由声音，第二个就是磁场的特性。试想，如果它静音性这么厉害，它消磁又做得比较到位，那要成功的在海里面找到它，而且有效的锁定和攻击它，还要把它击毁，那它的难度自然而然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属于逆中很强的大杀器对，不过它的吨数好，对比呢，我们这个最经典的美国的2氦2级是，当然2氦2级有下一型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整个成型。那我们就2氦2级来讨论好了。2氦2级目前是美国吨位数最大，你看它这个满水前航排的可以到了快19000吨相当于已经快要可以跟北风级，当然北风级太夸张，北风级快24000吨。对，那我们怎么来鉴别一下这个2氦2级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冷战时期的一个经典，当时构成美国海军的核武铁三角海基核武的中坚力量。2氦2它除了吨位大以外，另外它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配备24枚这潜射洲际飞弹，垂发的，这个数量很多。因为基本上像英法或者俄罗斯，它经常配备就是不到20枚的潜射洲际飞弹，它这一艘就配备24枚。所以因此，这个攻击火力是非常的强而且这个2氦2级它总共造了10几艘，我记得没错，在18艘左右吧。那后来因为冷战的结束，那美国海军对2氦2级进行了部分的一个修改，他挑选了几艘，大概4艘左右，把它改成巡弋飞弹潜舰，也就是我不带潜射洲际飞弹，我改带这种像战斧这种
这个前射的巡弋飞弹，我不做核打击任务，而我是进行一个这个战斧飞弹的等于这个海中的武器库，就是武库舰这样的概念。它上面配备的数量大概高达154枚。哇！试想它这个一艘巡弋飞弹这个搭载舰，如果到某个战区，对于一般国家来讲，这个威慑性实在太大。搞不好对方国家就这么100多枚而已。对，它只要一艘就有灭国或者强大的这种战略威慑或毁灭的能力哦。因此哦，这个俄亥俄级在美国海军里面也算是具有非常独特地位的这个前舰。它24枚飞弹，它搭载的是3X戟系列D4，也就是说3X戟2型这个前射洲际飞弹，它射程也是超过1万公里以上，而且带有这个分导式这个弹头。因此长期以来，因为俄亥俄级的这个存在，让美国海军在海基的核武这个里面具有一个可以与俄罗斯或者之前的苏联抗衡的一个很强的这个技术优势。当然，这个船因为冷战时期嘛，那目前服役那多半超过30年哦，因此美国海军现在的发展最新的哥伦比亚级这个战略飞弹前舰。那它在很多性能上来讲，与这个俄亥俄级有进一步的精进。那更重要就是它未来会不会配备更新一代的前射洲际飞弹，大家拭目以待。那哥伦比亚目前还在研发中，那相关的数据仅供参考。总体来讲，它未来将用于取代现役的全部俄亥俄级。那整体来讲，我们做个评估是，美俄这边的技术目前跟中国对比起来，中国还是要在下一级才有办法达到现阶段的状况。我必须说，在这个核动力前舰这个部分，那俄罗斯继承前苏联的遗产，那它有技术这个特别之处，比如说大吨位，或者前航深。这种这个核动力前舰，那它都能造得比别人要好。在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它的持续创新发展来讲，美国的核动力前舰应该是就目前来讲还是排名第一。那俄罗斯紧追其后，但俄乌战争打了2年，未来还要多久不知道，势必对俄罗斯在这个部分的持续发展，我认为会产生一些迟滞或者延后。那这样的延后，随着时间拉长，可能与美国的差距会呈现扩大之势。至于说目前排行第3或第4，其实很难说。那就总体技术先进性来讲，应该还是以法国、英国比较先进，而解放军它的前舰目前属于一个快速追赶阶段。但技术上的先进性，那普遍认为可能还逊于英国和法国。但中国大陆由于它的国力其实快速上升，它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相关的发展，因此它的后续的潜力，我认为是比较大的。我们来可以看一下俄国跟美国，是它的吨位数，还有它的船舰的大小。那这个是中国的部分啊，然后法国跟英国，就吨位数上来说是比较接近的。对，那就这个数量上来讲，英法就是4条了。为什么没办法增加？因为这也跟英法的国力常年实现衰迟有关系。那中国当然是4艘以上了，但确切到几艘，中国也不会很明确的告诉你，或者是说包括被造到都已经在造096了嘛，那可是问题是他也不会告诉你。像这一类这个战略兵力中国大陆一个特色就是它向来不会透明，而且会让外界其实这个猜测之余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其实中国大陆它的思维就是典型的孙子兵法，虚虚实实，让对方无从掌握。这个实兵虚之，虚兵实之，有意思哦。那如果说对岸是虚虚实实啊，我说潜舰中国造是虚虚实实，但我们的潜舰国造这个方案呢，那我们就是大鸣大放啊。对，怎么大鸣大放了哈？潜舰国造前阵子办这个下水敲锣又打鼓嘛，然后也拍了很多的这个定妆照、形象照。当时就有媒体批判说，你这个没下水、没电池、也没桅杆，你这到底是怎样？那找军事记者来做个大内宣哦，这个我们知道。总编就在现场嘛，这个就是一个让人这非常遗憾、流眼泪的一个故事了。然后我不多说啊，只是说，这蔡政府上来以后，像我们这种军事线的记者像这一类重要的采访，他拒绝我们去，而
所采访的记者，他通常用府线，就是跑总统府线的记者。因此很有意思，就是这种军事类的活动，不找国防线、军事线的记者，反而找总统府线就带有政治性的这个报道这个记者。这是蔡英文上来8年来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所以不敢找军事记者，就是说不敢找你们行家去。我想主要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海鲲舰其实很多说法，就是说它在技术上其实问题很多，问号很多。我不能说问题，我只能说问号很多。事实上，从过去以来，我们这个前舰国造操作，其实它的政治性质其实比较强的。因此，对于说它的报道，他当然不愿意说军事线实事求是就军事面做一些解析。他认为就政治来去解读，反而更符合这个目前政府所要诉求的一个利益。而从过去以来，我们发现，蔡政府经常强调所谓国防自主，那不管是这个国际国造，国建国造或者前建国造，他都会运用相关的一些项目、一些具体的进展来收割他的一些政治利益。而海鲲舰其实从过去以来，包括它开始建造或者第一艘亮相，它称之为下水，事实上那时候没有下水，只是命名而已。到之前。他在这个高雄港里面，从这个船厂移到福屋，整个过程它确实是政治性非常的强。这个就是当时做浮测浮起来测验，好不好？其实有人去把这个海鲲舰和我们之前这个雪隧做一个很有趣的类比。我们知道雪隧通车好几次，有人有仔细计算过，大大小小的通车，大概通车大概6还是8次变成一个政治隧道，不断有人剪彩，不断有人在政治运作上希望借由它加分。我估计海鲲舰可能也是如此，包括之前的命名，这次这个福测。或者之后的这个海测等等，我想对于目前蔡政府或者未来赖政府来讲，不断在这个里面营造一个你看我们前舰国造，我们台湾终于做到，在这个正式这个收割利益上来讲，它已经变成一个政治前舰这样的一个味道越来越浓。那当然了，就是说到底海鲲号的一个实际的战力是怎么样呢？那据说啦，因为现在舰龙级是300公尺嘛，那海鲲号可能可以是再多下潜350到380，是我们现在既有的舰龙级跟嘎比级。整体来讲，我们来评测一下好了，就是说那海鲲舰到底厉害在哪里，值得我们花这么大的力气，一艘400亿呀？我觉得这些技术数据都是仅供参考而已。毕竟这个船目前只是在港里面做细流的相关的测试，是测试它可能主机、发电机或者个别的一些系统运作是不是正常。大家注意，它还没有进行一个出海的测试，因此它的速度多快，可以潜多深，或者它基本的运作的这个性能，其实目前来讲都是一连串的问号。试想连基本的一些数据都没有，你如何去评估它的战力尤其是这个进行海测以后，你基本前舰的运作没问题，比如说你的速度这个前身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动性能，是不是符合原先设计的指标？是。另外就要考虑到，你的整个战系，包括你的声呐，你的武器系统，你各个部分的这个运作是否能够满足设计者所需？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且检验的项目很多，而且是非常专业。对于这些部分，我必须说，目前完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依循，因为它根本都还没进行测试。也因此强调它具备什么样等级的战力，或者与国外包括这个解放军什么前舰做比较，我认为都是过于草率的一个说法。因此对于这个前舰未来它有什么表现、什么样的性能，我们只能说
拭目以待了。不过从刚才前面我们把这个中美俄的前舰都分析完之后，你看到这个首舰70公尺啊，其实你就可以看到这是小巧可爱啊，是只能用这4个字形容。那这个是一个模型啊，我跟大家讲，这个都只是推测啊，它是不是长这样也不知道。讲到这个海鲲号啊，就有媒体人报说，后续如果台湾造的不够好的话，可能美方会介入，而且呢用苍龙级潜舰。那苍龙级潜舰，因为目前的价格400亿台币一艘啊，这已经呢超过250亿的预算啊。那事实上，海军呢最近就有新闻传出来，就是吓一跳，说哇，这后续舰怎么比第一舰还贵啊？你第一舰当初你报很贵，我们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你还顺便建了一个船坞，还建了相关的这些设施啊，这怎么后续还这么贵呢？那所以大家在想苍龙级其实造价很便宜啊，相对于海鲲来说很便宜啊。那这个我们看到这是日本的苍龙级啊，其实它的这个大小啊，还比海鲲号略大一点哦。不过它的造价呢，大概率也是400亿的一半不到。那总编，那既然我们都是柴电嘛，我们讲核子潜舰的距离美中俄这个第一梯队太远了，那我们就跟我们邻近的我们的日本大哥哥比一下，苍龙级常常被拿来做海鲲号的对比。你怎么看苍龙级？我觉得拿苍龙和海鲲对比，其实并不公平哦。对我们来讲，我们才刚刚实现从无到有，你怎么去跟一个已经造了好几代潜舰的国家相比？那对于日本来讲，我已经造了这么几十年。好几代的潜舰，居然去跟一个刚刚才造出原型舰的国家相比，是不是把它有一点贬低的一个味道那我们可能比较少注意到韩国这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韩国现在呢拥有全球首款常规弹道潜舰那当然是跟德国的 HDW 造船厂来签署那平均每艘造价呢，竟然只要83亿新台币，我们都快残哭了！我的天哪，我们要400亿新台币啊，这1/5的价格啊！那当然就是建造到服役到底总共金额要多少我们不能说完全以这个为肯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就是3000吨级的。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款是德国的214级的潜舰这是由德国就是 HDW 造船厂所造出来，这个是它对外贩售的。今天就不介绍德国的潜舰，因为太多了但是这个就是外售版。那这外售版呢，目前就是希腊、南韩、土耳其、葡萄牙。那南韩拿到第一艘那它在韩国取名叫做孙元一级那这个船其实不大这个船呢，在就我们看到这1860吨那未来它想往3000级去走，可是看得出来这个船的这科技力的含量，一看就知道比较新因为大家看剧看多就知道那另外一名跟大家介绍的是韩国另外一款叫做岛山安昌号级潜舰那这一级潜舰呢，它的吨位数就更高了，3750吨，在前航的时候这船更大，这也是韩国国产的潜舰。所以看起来韩国的这个潜舰在建造跟推进的这个速度不管是外购从德国买来的，或者是自行在建造的。其实他们达成这个所谓的潜舰国造的速度，老实讲远远领先台湾，而且这个都服役了。其实韩国的潜舰，我们必须说，它是一个成功的把国外一个颇负知名度，而且技术能力很强的母厂，然后完全转移技术，到韩国，而且韩国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建立了本土的潜舰工业，然后。它的潜舰工业在第3代的潜舰里面终于开花结果，而它的开的花就是岛山安昌号级潜舰。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孙元一，事实上孙元一之前还有一个张宝高级，那张宝高是韩国潜舰工业的第1代柴电潜舰，它的这个张宝高是德国所谓的209级，柴电潜舰，这个潜舰是属于1400吨。左右的一个潜舰。那韩国造了这个209以后，它的第2代潜舰就是德国214，它叫做称之为孙元一级潜舰，这是它第2代潜舰。对，那第1代和第2代其实同时它都自己建造9艘。而第1代的潜舰后来他还卖给印尼，还可以出口他第1代潜舰其实站稳脚步以后，他也是后来陆续实现了对外的出口，因此韩国潜舰是有出口的时机。比日本还好。日本因为受到和平宪法还有它出口的一些管制，它没办法这个出口。我认为以韩国人的企图，他未来这个潜舰可能会搭载射程更远的飞弹，是，毕竟它面对北韩的威胁其实蛮大的而且从这个它建造潜舰的同时，它上面的鱼雷
潜射飞弹也都是尝试自制。也因此，就韩国目前的潜舰，它的兵力来讲，不管是潜舰，包括第1代、第2代、第3代，乃至于上面用的武器，都逐渐落实了全国产化。当然说全国产化有点夸张啦。是。那因为即使它第3代的这个安昌号这个潜舰，它自称它的自制率大概6成5、6成多，这样的一个比例。也因此严谨来说，要完全自制，事实上对于韩国来讲，目前可能还不太现实。但总体来讲，我照过这个第1代、第2代、第3代，而且各9艘。就韩国的整个潜舰工业来讲，它确实是已经走出自己的路子。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这韩国是造船强国，对，比日本还猛的造船强国。当然这几年被中国抢订单抢得很凶了。但整体来讲呢，能够造船、造好船，其实是造潜舰的先一步啊。是，所以我相信，就是说韩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而且韩国还有一个优势是它良好的国际关系。对，当然我们说这个国际关系是限定的，在西方阵营里面尤其中美对抗之下，韩国现在的总统尹锡悦是非常亲美的嘛。但这个韩国最近的政情是相当不稳定的因为尹锡悦刚刚在这个大选中输到一塌糊涂，差点输到1/3啊。他如果输到1/3，就会差不多等他准备被罢免了，他是很危险的，因为韩国是弹劾完总统是要重选的，很危险的。好，所以上一个保守党的，就是韩国保守派的这个总统嘛，朴槿惠嘛，大陆叫朴槿惠啊。这下场很凄惨啊。那最后我们就用这个图我们稍微收拢一下啊。就其实我们谈那么多潜舰，主要还是因为台湾特殊的这个地形啊。我们讲说第1岛链、第2岛链、第3岛链，从这里你可能看得不是很懂你从这个地形图你就看得出来了。台湾就在这里嘛。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的近海虽然有很多的良港，那它也造了很多好的港口，可是实质上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潜艇要进入到大陆棚要出去到了这个深海之后呢，它的效果才会好，因为大陆棚平均的深度就是在200公尺以内。那你想刚才看到那些潜舰，动辄都是300公尺起跳，像俄国更夸张，俄国已经潜到600公尺啊！我都不晓得他在造科研潜舰还是在造所谓的军务潜舰。但是随着潜舰技术的发展，我相信越深越安静跑得更远的这种潜舰只会更多啊。那整个大洋的地形呢，就终究决定了一个事情，就是在潜舰的技术上，这个中国大陆绝对不会轻易放手，而且只会推得更远。对，那台湾也会有一些应对，可是两岸的冲突可能就会在这里面酝酿得更深了。对，那我想这个当然还是希望两岸要尽量的和平。是，但是各自都有各自的军武在发展，可以理解。只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台湾目前就像总编刚才提到的，政治性高那实质性。目前还没有完全看到就打了一个问号那但整体来讲，我们看到的是大陆这边在它的战略的发展布局上面，它是非常的低调，但是很快速在往前推进。那中俄背靠背越来越紧凑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整个这个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海洋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格局都有深远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像韩国人家就非常有企图心，就很重实在推进。虽然人家国内也是很分裂我们常常说这个我们台湾国内分裂，现在以前2个颜色不够，现在3个颜色来凑吵得更凶。对可是像韩国不是吵架而已你以为打架韩国这个很正常？我跟你讲，他们泼汽油烧人的，这个烧武机的更是常见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要想一想这个军武其实跟战略是有极高的挂钩性的啦所以这边跟大家做个报告，好吧？那时间的最后呢，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这个总编的亚太防务杂志我们现在开始了每一集只要总编有来他说他要带当期5本来算。那我们最近也会把一些旧的就是你可以收藏，因为我觉得总编这个都非常的好。现在这个时代还有这种浪漫主义的心态这个也是我小时候才有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珍藏到时候我们会来公布怎么样来抽奖的部分那如果大家对于总编的这个专业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亚太防务杂志的脸书这个找这个订购的方法，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连结呢放在我们的这个说明栏里面请大家一定要这个呢按赞、订阅、分享。最后呢，我们30万订阅募集中，麻烦大家赶快订阅起来。那更重要的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现在加入会员呢我们都有这个独家的会员独享影片。那像我们这个都会有很多花絮，还有一些这个未公开的片段让大家呢可以听得更过瘾那此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呢通过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跟看法也让我们有更多的良材。也欢迎大家通过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做得更好。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总编，好，谢谢。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喽，拜拜，拜拜。